苏无忌和尤恩夫人又逛了一圈，遇到了好几个游行示威的团队。他们也拦住了几个人，旁敲侧击地理解了一下，似乎这次莫桑科罗岛的选举确实出现了不小的问题。上一个执政党的选票出现了异常的减少，而根据选举前的民调显示，莫桑科罗岛上超过 47% 的民众都是支持这个党派继续连任的。可最终选举胜出的却是一个叫民主阵线的党派。莫桑科罗群岛的政体比较奇葩，这里有3个主岛，每个岛上都有一个执政总统，而民众们还要再在这3人之外选举出一个群岛联合总统。说实话，我真的有点佩服这个坤信的魄力了，我都不敢想这些事情，他居然给干成了。苏无忌笑眯眯地说道，在芭提雅老老实实当连锁帝王域的老板，天天给自己选妃，还满足不了他的胃口式的人物啊。尤恩夫人却问道，什么是帝王域？苏无忌，我又没洗过，我怎么知道？这个时候，人群忽然发生了些许骚乱。杀人了，杀人了！民主阵线杀人了！随着这些喊声，人群呼啦啦地散开。在人群中央，一个中年男人正躺在地上，他双眼无神地望着天空，双手正捂着脖子，鲜血在从他的指缝里不断溢出。看这样子，显然是不可能救得回来了。他就是这次示威的召集者之一，曾任主岛旅游局的局长，威望还比较高，刚刚却被人悄无声息地割开了喉咙。这个男人的死亡不仅没有让示威民众感觉到害怕，反而点燃了他们的愤怒，混乱瞬间加剧。游行的人们开始冲击负责维护秩序的警察了，而这些警察有不少人都不是民主阵线党的，他们其实也想示威来着。于是大部分的警察不仅不维护秩序，反而直接脱掉了制服外套，带着愤怒的民众们冲向远方地总统府。尤恩夫人看着此景说道，你觉得是谁干的？由于刚刚游行的人们太过于聚集，苏无忌并没能看清楚事发过程，他摇了摇头，邢月不会滥杀无辜的。尤恩夫人轻轻一笑，你既然这么说，那么你的心中已经认为这件事就是银月所为了。只是杀掉一个人，就瞬间让这座岛陷入混乱，而这一片区域的混乱还会向全岛蔓延，这笔买卖真是怎么看怎么划算。盖尔姐姐，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苏无忌问道。尤恩夫人轻轻一笑，听你的。她的眸子里映着印度洋上空的热烈阳光，就像2颗璀璨动人的宝石。坐稳了。苏无忌拧着油门，摩托车立刻加速。尤恩夫人搂着苏无忌的腰，眼眸迎风微眯，唇角的弧线就没有消下去过，明显非常享受此刻的状态。这时候，崔西把电话打来了，用华夏语说道：嗨，影子，我在挂谁？他这次用的是华夏语，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防备旁边的人偷听。苏无忌，我在骑车，有屁快放。哦，天哪，我现在可不敢放屁，因为放出来的有可能不是屁。崔西说道，刚刚诊所门前的示威人群发生了谋杀案，死了一个人，据说是市场局的局长，现在游行人群已经去冲击附近的警局了。苏无忌稍稍减速说道，我这边也死了一个人，是旅游局的局长。崔西稍稍压低了声音，我怀疑是银月干的。理由呢？
苏无忌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观点。银月从来不杀无辜的人。崔西说道。他也不无辜，听旁边挂水的人说，这个死者从市场局里贪污了很多钱，每年都要买几个年轻女孩回家寻欢作乐，极为符合银月的目标特征，也就是银月的杀手数量有限，关注不到这印度洋的小岛，不然他早就凉透了。苏无忌问道。你的分析是什么？我现在只想窜稀，哪里还能分析？崔西继续悄声说道。你是不知道，我觉得我的脑子都快要被拉出去了，现在只想找一管万能胶水把我的菊花封住。苏无忌啧啧说道。谁能想到，堂堂游侠神殿的崔西天王居然以这种方式悲壮地倒下了。说完了这句话，他便把电话挂断了。因为这时候前方忽然有一台白色越野车迅猛地冲了过来，跟苏无忌擦肩而过，扬起了不少灰尘。正当苏无忌准备屏住呼吸，以免被这些灰尘呛死的时候，一只牵手忽然从身后伸了过来，把他的头盔面罩及时地放了下来。苏无忌扭头喊了一嗓子：姐姐就是贴心。然而这个时候，从前方又驶过来2台黑色越野车，追着白色越野车而去。一个男人甚至还把身子探出了副驾窗户，手里还举着一把突击步枪。砰砰砰，接连几发子弹精准地打在白车的尾部，后备箱的玻璃都被打碎了。苏无忌的眉头一皱，即刻掉头。他已经感觉到了什么，毕竟这个莫桑科罗岛虽然政党众多，治安情况非常普通，但是却极少公然发生这种飙车与枪战。更何况刚刚那个探身出来射击的男人用的是刚刚装备到米国陆军的新式步枪。尤恩夫人看着苏无忌掉头追车，没有任何阻拦的意思，似乎他说到做到，今天真的完全听苏无忌的安排。报警了！苏无忌喊道，同时他对通讯器喊了一嗓子：发现2台疑似杜卡罗车辆，黑色福特马上进入露丝街道。如果在后面穷追不舍的是杜卡罗，那么前面那台白色的越野车里坐着的应该就是银月杀手了。收到。通讯器里响起来一道冷静平稳的声音，竟是消失了1天1夜的深田雪乃。不仅是他，东洋调查组里面的10几个军人和警察已经在苏无忌的安排之下秘密提前上了岛。而这一切，那位天泉神殿的神卫杰弗里斯完全没有任何的察觉。在发生大火的那混乱一夜，有2架直升机先后在佩伦伯爵号上降落又飞走。当时杰弗里斯的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火灾上，根本没注意到这回事儿。尤恩夫人听见了苏无忌的安排，在后方喊道：如果后面是银月，前面的是杜卡罗，怎么办？呢？仅仅只凭副驾上的那把米国步枪，就能判定双方的身份了吗？万一追杀错了人，又该怎么办？不过听尤恩夫人这语气，她应该也是知道答案的。我不可能错的。苏无忌喊道。报警了呀，完了。于是尤恩夫人的双臂把苏无忌给搂得更紧，身体和他的后背紧紧相贴。这台摩托车随之倾斜着过了弯道。这时候一道枪声在远处的楼顶响起，砰！随着这道枪响，那个把身子探出副驾射击的男人被一枪打爆了脑袋。紧接着
又是2道狙击枪声响起，这2台黑色越野车都被打爆了车胎，斜撞在了路边的民房墙壁上停下，差点翻了车。苏无忌抬起左手，对着狙击枪声响起的楼顶位置遥遥竖了个大拇指。深田雪乃从狙击枪瞄准镜中看到了此景，回了一个大拇指，随后迅速起身更换狙击位。那2台黑色福特越野车的车门打开，从上面下来了4个男人，其中一人骂骂咧咧：该死，银月有狙击手，这群家伙早有准备。他们本想出其不意地打银月一个伏击，可是居然直接被狙击手弄死了一个，现在2台车还爆了胎。快点换备胎！另一人喊道。可是这时候，那台明明已经跑远了的白色越野车居然又高速开了回来，飙起了一路烟尘。快躲开！几个杜卡罗成员连忙喊道。轰！话音刚刚落下，那白色车子便直接撞了上来，2名杜卡罗成员直接被车身死死挤在了墙上，嘴巴里在不断地吐出鲜血。至于另外2人则是险险避开了撞击，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满身都是灰尘。而他们的突击步枪刚刚在撞车之后都留在了车上，并没有随身带下来，此刻就算想要隔空反击都做不到。这2个猎杀者的战斗经验也是非常丰富，对，试了一眼，直接朝着车头撞变形了的白车扑了过来。那白车的驾驶位车门不慌不忙地打开，一个穿着黑色紧身运动衣、戴着黑色棒球帽的女人下了车，她的手里拎着一把银色的沙漠之鹰，站在了车边。此时那2个扑过来的杜卡罗猎杀者距离她还有5-6米的距离，见此情景立刻躲避。砰砰，这黑衣女人的扳机连续扣下，其中一名猎杀者当即被打爆了脑袋。这一系列的连续动作简直飒爽的不行，而另外一人的动作明显更加敏捷，几个翻滚之后居然跑到了黑衣女人的射击盲区上了，已经开始疯狂逃窜。黑衣女人拎着这把和她自身气质有些反差的沙漠之鹰，正要迈步追上，可是这时候她便见到那个明明已经逃进小巷子里的猎杀者竟然倒飞了出来，重重地落在了街道中央。他的身体在失控地抽搐着，翻着白眼，嘴巴里在不断往外溢出鲜血。紧接着一辆摩托车也从巷口冲了出来，在这名猎杀者的身前猛然急刹，但这刹车明显晚了一些，2个车轮还是直接从这名杜卡罗成员的身上碾压过去了，正是苏无忌。迎月的黑衣女人看了他一眼，后者却根本没和他对视，而是惊慌地喊道：天啊，撞死人了，快跑啊！说完他一拧油门，带着尤恩夫人一溜烟地离开。而那个黑衣女人站在原地目送苏无忌的背影消失，随后扶了扶耳边的通讯器，说道：得到计划外的支援，击杀5名猎杀者，完毕，晨曦。杜卡罗组织确实很意外，他们明明提前布置好了对付银月的天罗地网，但是却被对方打了个措手不及。银月似乎并没有特别去寻找坤信的藏身之处，更没有像没头苍蝇一样进行猛攻，而是定点清除了好几个当地的官员。这些官员们都曾有过买卖人口的前科，并且持续多年。很多人都以为银月之前之所以没对莫桑科罗岛的人口买卖者处刑，
是因为他们精力不够，照顾不到这一处偏远的海岛。而现在看来，对于银月来说，不是不杀，而是做好了完善的前期调查工作，积累到了此刻，一击必杀，个个不留。而死掉的这些官员恰巧都在游行的人群中，他们的死又很凑巧地引发了示威民众的骚乱。这毕竟是个野性的海岛，原住民的法律意识一直都是比较淡薄，只要挑起了他们的怒火，那么这些人个个都能变成脱缰的野马，整个岛国都将面临混乱失序的局面。如果昆信真的利用他的钱财操纵了此次的选举，那么他现在最有可能的藏身地就是总统府。而这些愤怒的民众会自发冲击总统府，逼得昆信不得不现身。起码现在看来，银月的布局很完美，使得杜卡罗蓄力已久的一记重拳打在了棉花上。苏无忌并不知道自己支援的那个女人就是陈曦，而由于她戴着头盔，陈曦也并没有看到这个支援者的样貌。这位银月的资深杀手之前隐藏在人群里，对一名有过买卖女人历史的官员进行了暗杀。可是当时附近正好有杜卡罗的猎杀者看到了此景，陈曦被他们一路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了这儿。在深田雪乃的狙击枪响起之后，陈曦果断回头反杀，对机会的把握能力确实十分强悍。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尤恩夫人问道。刚刚苏无忌的那一系列操作简直是惊艳之极，尤其是安排狙击手直接拦截，又从小巷子里把逃跑的杜卡罗猎杀者直接撞飞，这可都不是巧合，而是极为精准的预判。苏无忌喊道：去总统府看看，示威的民众们已经开始冲向那边了，也许银月的真正目标也就是在那里。停顿了一下，他又很是严谨地补充了一句：当然真正的战场也有可能是在别的地方。苏无忌在最初接到瑞特森的电话之时，本以为这次杜卡罗的目标是尤恩夫人，但现在看来，自己当时是判断失误，能顺手帮上银月一把，也不算白来一趟。与此同时，莫桑科罗岛的总统府内，一个穿着花衬衫的黑胖中年男人正坐在总统办公室的沙发上，他的手中夹着一根雪茄，满脸皆是怒意。怎么回事？你们这个国家到底是怎么了？我花了大价钱捧你做总统，他们却还敢冲击你，你们国家还有没有法律可言？这就是昆信。只不过从这个超级人贩子的口中说出了讲法律的话，的确是跟笑话也没什么两样。苏无忌的判断是没错的，这个昆信在通过灰色产业积累了极为不菲的身家之后，果然开始来非洲寻求政治上的前途了。站在昆信对面的则是最近通过选举胜出的联合总统，他名叫迪乌夫，看起来很年轻，应该还不到40岁，颇为瘦削，戴着无框眼镜，这张面庞倒是显得文质彬彬。迪乌夫面无表情地说道：整个莫桑科罗有89个政党，现在又是在大选之后，发生这种游行和示威是很正常的。昆信重重一拍桌子，恼火地说道：可是他们现在已经在来冲击总统府的路上了，你会被他们搞下台的。迪乌夫说道：这里的军队防御极为严密，周围还布置了好几个狙击手，民众们是不可能冲得进来的。在莫桑科罗，冲击总统是死罪，可以当场射杀。昆信站起来，用手指戳了戳迪乌夫的胸口，
不管怎样，你这个总统的位置给我稳稳当当的坐好了，我可不想看到我的钱全部打水漂。好的，请你放心。迪乌夫深吸了一口气，眼镜后面似乎有着金光一闪而过。把这场游行压下来，我会继续给你投钱的，明白吗？坤信说完，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然后把浓重的烟雾全部喷到了迪乌夫的脸上。被如此侮辱性的对待，迪乌夫竟然还微微弓，深脸上依旧没有任何表情。他能成为民主阵线的党魁，也是因为接受了诸多的资助。在莫桑科罗岛，竞选者接受资助是常态，拿人手短。既然收了钱，就得听投资人的话，这没什么的。有些时候，统治一个国家和管理一家公司，真的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最主要的，都得听大股东们的话。坤信正准备走出这总统办公室，他的手机却响了起来。一看来电，是他的保镖队长，负责坤信此次出行的所有安保细节。坤信的保镖实力颇强，全部是从泰伦国特种部队退役的老兵，被他高价收拢了过来。电话一接通，保镖队长那慌张的语气便传了出来：老板，不好了，我手底下有2名保镖师，去了联系。坤信此次来到莫桑科罗，自认为保密度很高，他这时候甚至还没把事情往银月的身上联想。你之前安排他们做什么的？坤信问道。我安排他们在总统府附近维护安全，不过现在民众们已经陆续聚集到总统府周围示威，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被人群挤散了。这保镖队常说着自己都有点不太确定那2人是不是死了，毕竟在他看来，在这座岛上的军人和警察皆是非常不专业，应该没有谁能够威胁到他的呢，些保镖队员们才是。坤信沉声说道。废物，把剩下的人全部收拢过来，然后让车子在总统府的后门等我。是。保镖队长立刻应声。坤信匆匆向外走去，而就在他刚刚走到后花园的时候，一个坐在长椅上抽烟的男人却叫住了他。嗨，兄弟，你要去哪里？这个男人说道。他看起来大概40岁左右，戴着黑框眼镜，留着褐色的短发，发际线挺高，后脑勺的后凸成度有些夸张，显然这要是放在华夏，铁定从小就得睡成扁头。坤信的眉头一皱，在总统府里随意抽烟，你是什么人？然而这男人接下来的这一句话，就让坤信的心骤然提了起来。银月已经盯上你了，你不知道吗？这男人微笑着说道。为了干掉你，他们直接派来了20几个主力杀手，你觉得你还能逃得掉？坤信的表情猛然一紧，在他的心里，银月这显然是个充满了劲的名词。这些年来，由于他藏得够深，银月的杀手一直没能除掉他，倒是坤信的替身被他们干掉了好几个。该死！坤信的手往腰间的枪柄伸去，充满警惕地说道。你又是谁？这男人说道。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杜卡罗猎杀者的7星猎杀者海瑞克。坤信的神情陡然一紧。7星猎杀者，我怎么没听过？他只听说过6星。据说6星猎杀者的实力已经堪比东洋上忍，那么7星得是什么实力？
死掉的那个博洋总教官，之前就是七星。这个海瑞克淡笑着说道。可惜，他太大意了，在阴沟里翻了船。从这个海瑞克的话语之中，似乎并不能听出太多对于博洋的尊重。昆信低吼道：你让开，我不想和银月打交道，更不想和杜卡罗打交道。对面这个家伙看起来就像是个搞科研的理工男，怎么会是级别那么高的猎杀者？海瑞克微笑道：你明明可以雇佣杜卡罗的猎杀者来保护你的，可你以前一直都在拒绝，这其实让我有一点伤心。所以我们这次主动上门，就是问问你愿不愿意出价。在银月的暗杀阴影之下，这些曾经有过买卖人口经历的富豪们惶惶不可终日。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会高价雇佣杜卡罗的猎杀者来保护自己，但杜卡罗往往要价极高，很多富豪的腰包到最后都被掏空了。但是他们若是敢拖欠尾款，这些猎杀者们会让这些雇主明白什么叫做生不如死。所以昆信宁愿高价雇佣退役的特种兵，也不想和杜卡罗的猎狗们沾边。但是这次如此重磅的七星猎杀者主动找上门来，这让他根本躲无可躲。你们离我远点！昆信低吼着，他想要挣脱海瑞克的手，但是后者明明没怎么用力，哪知手却仍旧传递而来强大的压力，让他开始浑身僵硬，四肢发麻了。星城城统迪乌夫隔着窗户静静看着此景，表情中并没有任何的意外。显然这个七星猎杀者能够在总统府中横行无忌，必然事先跟迪乌夫取得过联系。你配合一点，对我们都是好事。毕竟我可是听说你刚刚损失了2个保镖。这个海瑞可笑眯眯地说道。昆信满脸涨红，脖梗上青筋暴起。混蛋，原来是你们干的！别骂得那么难听，毕竟都是为了生意。海瑞克微笑着，不如我先出个价，你看看合不合适。昆信知道自己已经逃不脱对方的魔掌了，他重重地叹了一声：你开价吧。海瑞克扶了一下他的黑框眼镜。1亿美金。昆信吼道：你怎么不去抢？海瑞克的微笑不变：我就是再抢啊。昆信重重地叹了一声：1亿美金能换我活命吗？他帮助迪乌夫竞选上总统都没有花这么多钱。海瑞克说道：当然，先交钱。昆信吼着：这么短的时间里，我怎么可能拿得出这么多的现金？海瑞克继续微笑：这个很简单，把你的所有账号和密码交出来就可以了。啊！而这时候，海瑞克的手机响了起来，他当着昆信的面按下了免提。说吧，大人，不好了，我们发现疑似晨曦的踪迹，5名猎杀者被他所杀。海瑞克摇了摇头，对昆信说道：你听到了吗？这一次连那么厉害的晨曦都来了，还不快点给钱？昆信控制不住地打了个哆嗦，因为在此之前他有3个替身都是死在晨曦的手上，他对这个银月杀手畏惧颇深。海瑞克微笑道：晨曦竟然还没退出银月，那这次一定得好好折磨折磨他。手底下的普通猎杀者死掉了5个，似乎一点都没有影响他的心情。顿了顿，海瑞克又笑着拍了拍昆信的肩膀，道：
当然，你也别害怕，我能俘虏陈曦一次，就能俘虏他第2次。1个小时之后，所有的乘客都收到了邮轮官方的消息。由于莫桑科罗岛的游行群众们失控，为了防止出现不必要的危险，请客人们快速返回佩伦伯爵号。不过邮轮的起航时间依旧是1天1夜之后，并未改变。这也让一些有着猎奇心理的游客们想要近距离观看一下示威者游行。他们还是在和平的国度生活得太久了，根本没意识到这种示威性质的游行极有可能向另外一个极端的方向转变。不过和德弗兰西岛不一样的是，莫桑科罗岛这边顶多就是发展成械斗。这个岛国的军队装备都是十分落后，也没有民族对立，基本不可能发生类似德弗兰西岛那种流血政变事件。苏无忌骑着车带着尤恩夫人驶向了总统府，然而走到半路的时候，后面那位高贵的夫人却说道：“换我来骑吧。”苏无忌一愣，你行吗？毕竟他这次租的可不是小型的踏板摩托车，而是个不知道过了多少手的宝马水鸟。堂堂的暗影天王大人，不要瞧不起女人。尤恩夫人微笑着说道，她平日里始终保持那种高贵矜持的样子，可从来不会用这样的语气来跟别人对话，开玩笑的情况更是绝对不会出现。行啊，我在你后面。苏无忌说着便下了车。尤恩夫人的大腿一发力，直接就挪到了驾驶座。苏无忌刚刚跨上后面，还没坐稳，尤恩夫人便是猛一启动。这一下把苏无忌晃得直接伸出双手，紧紧抱住了他的腰。在惯性的作用下，苏无忌的大腿和上半身也与对方紧紧相贴。对方的身材本来就是极好，这么紧密相贴之下，简直让人不得不心猿意马。可最关键的是，苏无忌一想到对方居然是月神的女人，心中更不淡定了。也就是两人之间还有几层布料相隔，不然的话，苏老板的女性朋友类型里，今天必然要在填上一个人气。哎，本老板还是见得少，吃得少。等以后吃得多了，就不会因为这种接触而有反应了。苏无忌在心中自言自语，两人的距离那么近，尤恩夫人自然已经感觉到了苏无忌的身体变化，但是她并未多说什么，也没有扭扭捏捏地拉开距离，而是加速在街道上穿梭着，感受着许久未曾体会过的自由驰骋。这风的味道我已经很久没有闻过了，尤恩夫人喊道。她这车技确实是极为熟练，此刻的飙车也明显在释放着积累在心中的压力，这种反差感确实极为吸引人。这姐姐以前绝对是个飙车党。苏无忌趴在尤恩夫人的肩膀上，后者被风扬起来的发丝不断打在他的脸上。苏老板此刻倒是没闻到什么风的味道，闻到的全是女人香。对方这极为娴熟的车技，让苏无忌莫名地想起了一个人，那个给自己取名叫东方叶媚的姑娘。也不知道她上一次离开什么时候才能再见。一想到这些，刚刚与尤恩夫人亲密接触所产生的反应全部如潮水般的退去，感受到了苏无忌的身体变化，尤恩夫人稍稍减速，转过头大大方方地问道：“你怎么了？”大家都是成年男女，他也不觉得这种反应有
什么好尴尬的？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们都是这样。如果因此而刻意保持距离，那才是会让对方难堪。苏无忌很喜欢艾斯戴尔这种毫不害羞的状态。果然，人妻还是有人妻的妙处。虽然对方和月神没领结婚证，那同居那么久，也能算人妻了。苏老板似乎真是铁了心，想体验一下突破道德底线的滋儿。我想起了一个人，他也像你这样骑车。苏无忌迎风喊道。尤恩夫人也扭头喊道：“她很漂亮吗？”苏无忌答非所问地喊道：“她很孤单，我想多陪陪她。”你很爱她吗？尤恩夫人问完了这一句，微微低头，看了看苏无忌那紧紧搂在自己腰间的手，想着对方刚刚消退的身体反应，便已经明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他随后迎风喊道：“你和我见过的所有男人都不一样。”苏无忌笑着喊道：“那和月神比呢？”尤恩夫人喊道：“月神见到所有漂亮的女孩子都不放过，这一点不如你。”这句夸奖倒是让苏无忌有些底气不足，他觉得自己在这一点上和月神还挺是同道中人的。而这时候他们又遇到了骚乱，本来正在游行的人群四散开来，在地上又躺了一个人，他的左肾部位被插了一把匕首，鲜血汩汩而流，而他的右肾位置已经被划出了一个10几厘米的大口子。这样的伤势几乎把这一侧的肾脏一劈两半了。以莫桑科罗岛上的医疗条件，受了这样的伤，跟直接宣告死亡也没有任何的区别。银月杀手，给我站住！一道吼声在人群中响起，用的是带着伦敦腔的英语。苏无忌便看到一个男人犹如吐起葫芦一般，几个连续跳跃便飞越了混乱的人群，朝着最前方的身影扑去。能直接叫破银月的名字，这家伙必然是杜卡罗迪猎杀者。最前方的那一道身形穿着黑色的运动装，纤细修长，让苏无忌觉得有些眼熟。快，我们冲过去！苏无忌重重一拍尤恩夫人的大腿，这啪的一声响，肯定给拍红了。尤恩夫人没有任何的计较，直接拧动油门，高速穿梭于人群之中。而这时候，那个杜卡罗的猎杀者已经把那个修长身影扑倒在地，后者随后腾身而起进行反击，两人又连续交手10几招，银月的杀手明显被压制住了。看这出手的实力，这个猎杀者的级别不低。砰砰砰，杜卡罗猎杀者连续轰出了10几记重拳，大部分都落在银月女性杀手的身上。她浑身的气力明显被打散，防御动作已经明显不连贯了。砰，又是一声闷响，杜卡罗猎杀者的膝盖狠狠顶在了这杀手的腹部，后者的身体立刻倒飞出了好几米，重重摔落在地，就连后脑勺都狠狠撞在了地面上，发出了让人心悸的闷响。这么一撞，他的脑海里剧烈眩晕，短时间内已经起不来了。去死吧！你们这些银月的臭虫！这杜卡罗猎杀者向前猛然一扑，左右手同时从腰间拔出了2把匕首，狠狠扎向了银月杀手的胸口。然而这时候他的耳边忽然传来了巨大的轰鸣声。轰！这杜卡罗猎杀者扭头一看，
一辆摩托车忽然从斜刺里冲出，双轮已然离地，朝着自己拦腰撞了过来。他此时正好腾起，身在半空，根本躲无可躲。这个猎杀者分明看到那摩托车驾驶者是个女人，下一秒他便当场被撞出了好几米。不过他的身体素质极为强悍，落地之后翻滚了好几圈，竟是直接站了起来。可是刚刚的高速撞击还是让这个猎杀者受了不轻的内伤，此时还未站稳，便感觉到了一股腥甜之意汹涌地涌上了喉咙。他根本忍不住这吐血的冲动，控制不住第一，张嘴噗！当这猎杀者吐出来的一大口鲜血还没落在地上的时候，他忽然感觉到似乎有一片阴影高速笼罩而来。他几乎是本能的一抬头，便看到一个硕大的头盔已经近在眼前了。咚！紧接着这个猎杀者便听到了自己的脑壳和头盔剧烈撞击所产生的闷响。他被撞得眼前发黑，身体失控，那巨大的撞击力裹挟着他的身体朝着后面倒飞。在倒飞了好几米之后，这个猎杀者的身体重重地撞在了身后的墙上，整个墙壁表面瞬间布满了裂痕。这猎杀者脑袋发懵，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大脑被撞出毛病，还是小脑出了问题。总之现在看东西都模糊，想要抬起手臂防御，可是那四肢竟是都完全不听使唤。刚刚用脑袋直接撞过来的自然是苏无忌。他把头盔从脑袋上摘下来，随后大臂抡圆了，狠狠砸在了这猎杀者的头上。这一下用足了全力，砰！这头盔直接砸得四分五裂。这猎杀者的身体狠狠一僵，眼睛里瞬间布满了血丝。这头盔的质量确实太好了，硬得不行。他的脑袋竟是直接被砸得明显凹陷下去了一块。虽然呼吸还未停止，但脑袋伤成了这样，明显活不了太久。你是？这猎杀者看着面前年轻男人的面庞，通红的眼睛闪过了明显的波动，口中的呼吸越来越粗重。报告，8号报告。对方长着一张华夏面孔，又这么年轻，难道说是那个家伙来了？不过答案虽然已经到了嘴边，生命走到尽头的他却已经再也不可能把这个答案说出来了。2道鲜血从这个猎杀者的鼻孔里冲出，他的双眼双耳都开始流血了。8号，你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刚刚要说什么的？通讯器里传来了喊声。由于刚刚苏无忌轮砸的那一下力道太大，把这名猎杀者的通讯器从耳朵上震了下来。8号，8号。那边又喊了2声，可回答他的只有拉风箱一样的呼吸声。这呼吸的间隔频率越来越长，气息越来越弱，明显生命即将宣告终结。你是谁？是你杀了我的猎杀者。通讯器里的语气已经变了，冷厉与阴狠的感觉已经隔空传了过来。苏无忌并不知道那边就是7星猎杀者海瑞克，但他记住了这个声音。你刚刚杀掉的那个猎杀者是我哥哥的孩子，你死定了，我会剥了你的皮。海瑞克冷冷说道。你到底是谁？苏无忌一把扯下了这个猎杀者的通讯器，放在了自己的嘴边，淡淡开口说道：杜卡罗的猎狗们，你们的暗影天王爷爷来了。苏无忌对着通讯器说了一句之后，便狠狠一拳轰在了面前这名猎杀者的胸口。
后者的身体狠狠一颤，前胸立刻凹陷了一大片，胸骨的断裂声混合着内脏被打爆的闷响一起传了出来。啊！这个家伙发出了一声无力的痛哼，随后脑袋一耷拉，彻底死了。你听到了吗？苏无忌问道。这是你侄子在这个世界上留下最后的声音。通讯器那边的海瑞克沉默了几秒钟之后，便说道：暗影天王，你真的不该来这莫桑科罗岛。为什么？苏无忌面带微笑，他要的就是激怒对面的猎杀者首领。海瑞克说道：我在这里给银月挖了一个陷阱，他们登岛的所有人都不可能活着离开，当然现在这些不能离开的人里又多了一个你。苏无忌呵呵冷笑：那我也告诉你，这一次杜卡罗上岛的所有人全都得死在这儿。说完，他的手掌用力，直接把通讯器攥成了碎片。这时候，尤恩夫人已经把躺在地上的银月杀手扶了起来。后者坐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翻身把黑色口罩扯掉，然后立刻吐出了一口血。林月心，苏无忌认出了对方，怪不得之前的身影那么熟悉。我就知道，你跟银月有解不开的缘分。林月心抹了一把嘴角的鲜血，唇角扬起，竟是露出了一个颇为灿烂的笑容。谢谢你们救了我。随后他看向尤恩夫人：嫂子，你真好看。尤恩夫人当他想明白这其中的意思之后，顿时哭笑不得，但也没多解释，纯粹是懒得解释。为你和雪乃发展的怎么样了？林月心的下一句话居然就开始关心起这个问题了。官职好不容易给你们创造的机会，不要把握不住啊。刚刚才从鬼门关前绕了一圈出来，现在就能直接出言调侃男女关系，这清霜的心理素质确实是非同一般。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少废话，是不是你们银月的人说起话来都是这么不靠谱？他说着，直接把林月心横抱起来，放在摩托车上。跟我们走。可是你这摩托车只能坐2个人。林月心说道：而且我受伤了，会成为你们的累赘。你坐中间啊。苏无忌说着，率先跨上了摩托车，拉着林月心的双臂环住了自己的纤腰。啧，这么霸气，这么贴心，怪不得官职姐姐对你芳心暗许。林月心说道：他那是芳心暗许嘛，就差吃了我了。苏无忌呵呵说道：那你猜猜他为什么不吃了你？林月心笑眯眯地说着，又抹去了嘴角溢出的一丝鲜血，这伤势显然不轻。听了这句话，苏无忌顿时浑身一震。而这时候，林月心拍了拍身边的座位：子，你来，你坐我后面。尤恩夫人也跨上了摩托车，三人这么挤在一台车上，紧紧相贴，彼此之间几乎没留下什么空隙。林月心、许家嫣人在哪里？苏无忌问道。林月心说道：可能在总统府附近，也可能在港口那边，我们都是单独行动，并没有联手，我不知道他的动向。事实上，大部分的银月杀手之间都是互不认识的，在此之前几乎没有协同作战的经验。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所以你们都是和指挥官单线联系的？如果指挥官死掉了，你们一个个也只能各自为战了，是不是？林月心稍稍一愣：你说的很有道理，但银月不是一直都这样的吗？
苏无忌没好气地骂道。所以银月的指挥官就是一个大蠢货。尤恩夫人在后座上听着他们的对话，吹着风，微微眯着眼眸，表情看起来仍旧轻松。也不知道她在过往到底经历过什么，刚刚的杀戮场面以及接下来可能要面对的危险局面，根本没有让她的眼底出现明显的波动。林月心把下巴搁在苏无忌的肩膀上。你这句话我倒是不赞同哦，我们的指挥官也是很厉害的。苏无忌说道。杜卡罗明明张开了天罗地网等着你们过来，可你们倒好，非要一脑袋扎进来，20几个杀手够干什么的？等着被那群猎狗们凌辱吗？林月心说道。据说我们的教官也来了，我们肯定能赢的。苏无忌眯了一下眼睛。银月的杀手教官？对呀，林月心说道。有教官在，杜卡罗倒霉了。听他的语气，明显对那位教官有着极为笃定的信心。苏无忌摇了摇头，说道：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杀手教官，到底长得是什么样子？我们也不清楚，从来没见过教官的真容。林月心说道。当然，我们在受训的时候，每一个杀手也都是蒙着面的，不然我也不会这么晚才认识官职。你们那教官是男的女的？苏无忌问道。女的。林月心说道。虽然性别也有可能冒充，但教官那跑起来晃荡的胸看起来应该是真的。永远不能低估银月女杀手们聊天的尺度。他摇了摇头，我看就是由于这个杀手教官的存在，你们银月都快成娘子军了。林月心说道。你这是鄙视女人啊，你如果见到我们教官，千万不要再这么说了，他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这时候一直沉默着的尤恩夫人开口说道。这么做确实是有道理，毕竟管纳案中女性群体的受害率明显高于男性，选择女性做杀手银月会更有内核驱动力。苏无忌说道。不愧是我戴儿姐姐，分析问题就是鞭辟入里。林月心微笑道。嫂子那么聪明，身材也是那么好，真想和你一直贴贴呢。他说完这句话，苏无忌忽然觉得肩膀上有些温热。原来从林月心嘴角所溢出来的鲜血已经浸湿了苏无忌的肩膀衣服了。这一会儿他虽然一直在和苏无忌说着话，可是嘴巴里一直在往外溢着血。这个小明星确实厉害，一边吐血还能一边开心地聊天，似乎早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苏无忌扭头一看，林月心的面色已经明显有些苍白，他说道：你得退出战斗了。哎呀，不就是吐了点血吗？多大点事情。说着他扶了扶耳边的通讯器，听着那边说了句什么，于是说道：是青霜现在去支援。苏无忌没好气地说道：你现在这身体状态，过去纯粹就是挨打的份儿，能支援个锤子。林月心丝毫不提自己的伤势，说道：你要相信我们指挥官的调度能力呀。银月此次行动的指挥官和他们的杀手教官并不是同一个人。那位杀手教官一贯独来独往，也从不指挥战斗。要去支援谁的？苏无忌摇了摇头。我替你劝。林月心说道。陈曦被围攻了。苏无忌一听这名字就不爽。又是陈曦，他都已经被卖了一次了，还没吃够亏。上一次银月的那件事件中，陈曦就是最大的受害者，也不知道他落入杜卡罗之手后有没有受到什么折磨。而今那内奸可能还没揪出来，银月这群里
想主义者就敢组织那么大规模的袭击行动，真的很冲动了。林月星微笑着说道，据说陈曦可是教官最看重的学生，甚至传言他能够继承教官的位置。据说这位姐姐唯一的缺点就是稍微有一点心慈手软，所以在需要灭人满门的任务里，指挥官也从来不让陈曦参加。苏无忌摇了摇头，银月最大的争议点也是在这里。为了刺杀最终的目标，并不在乎多牺牲几个与目标有关的亲人，而他们的理由是，这些死者并不无辜，他们也享受了买卖人口所带来的金钱和优渥生活。林月星说道，我虽然不知道这次陈曦的具体任务是什么，但能判断出来，指挥官这次把主攻的任务安排给了他。苏无忌微微一皱眉头，让他主攻。林月星的语气里忽然没有了一贯的笑意，他说道，如果杜卡罗真的布下了陷阱，那么谁担任主攻，谁就是第一个往陷阱里面跳。苏无忌眯了眯眼睛，你们的指挥官有点冷血啊，这种事儿陈曦也愿意干。此时这座岛上已经传来了此起彼伏的枪声了，似乎银月的杀手们已经开始和杜卡罗正面交火了。而这时候林月星的声音明显一震，指挥官突然打开了公共通讯频道。打开公共通讯，要么意味着大团战的时刻已经来临了，要么意味着银月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背动局面中，指挥官已经来不及进行各个杀手之间的单线联系了。晨曦报告，黑鹰和美洲豹阵亡。一道清冷的声音随之传入了林月星的耳中，他立即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了苏无忌。这黑鹰是常驻非洲的银月杀手，美洲豹则是常驻拉丁美洲，两人实力强悍，战绩稳定，居然也……林月星的眼睛里浮现出了平日里极少在他身上出现的战意。骑快点，咱们去弄死杜卡罗。而紧接着从通讯器里传来的声音让林月星的眸光狠狠一颤。晨曦报告，官职重伤，目前坠海失踪。官职重伤，坠海失踪。当林月星用颤抖的声音把这个消息转述出来的时候，苏无忌的眉头不禁狠狠皱了起来，甚至握着油门的手都是控制不住的一抖。林月星的双臂本来正紧紧环着苏无忌的腰，这一刻他本能地感受到了苏无忌身体的紧绷，于是两只手同时上抬，放在他的胸口，不停地抚着，说道：你稳住，你不能乱。苏无忌咬着牙没吭声，但车速已经明显加快。而这时候尤恩夫人的声音在后面响起：前面路口右转，去港口的距离更近。林月星扭头看了尤恩夫人一眼，说道：晨曦还没说是不是去港口啊？苏无忌却直接按照尤恩夫人的指引右转了。尤恩夫人说道：官职都坠海了，除了港口，其他靠海区域都是游客聚集的沙滩，并不适合杜卡罗伏击。艾斯戴尔这功课做的可比苏无忌想象中到位多了。苏无忌眯了眯眼睛，凌厉的杀意从其中涌出来。许家烟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老子宰了这帮混蛋。不知不觉间，那个总是黏着他的许小浪已经成了苏无忌的逆鳞了。从他嘴里所说出来的各种色眯眯的段子，已经成了苏无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平时天天被他撩拨的时候，苏无忌还觉得有点无奈，可是此刻听到许家烟重伤，他的心脏都在颤，呼吸的频率都明显出现了紊乱。前面左转，
尤恩夫人又出声说道。之前苏无忌和他从港口过来的时候，并没有走这一条路，而此刻的尤恩夫人就像是已经把这座岛的所有地图都刻在了心里。你们营月的指挥官就是个无可救药的蠢货，如果许家烟找不回来，我连他一起宰了。苏无忌愤怒的声音里已经明显带上了杀意。随后他打了个电话，雪乃带着东洋条、扎组全部去港口找人，许家烟重伤坠海了。尤恩夫人看了看苏无忌那明显怒火攻心的样子，抿了抿嘴，似乎是把已经到嘴边的某句话给咽下去了。林月心一歪头，又不受控制地吐了一口血。他虽然刻意避免吐出来的血落到苏无忌的肩膀上，可由于摩托车正在高速行驶，这一小口血被风尽数吹在了尤恩夫人的衣服上。姐姐，对不起。林月心扭头说道。他这次没有调侃似的喊姐姐，不知道是不是由于许家烟坠海的缘故，使得他完全没有开玩笑的心思。然而尤恩夫人却伸出了一只手，递给他了一块看起来像是水果糖一样的东西。吃了它会好受一点。水果糖的外层已经被撕开了一个口子上，面没有任何的商标和字样。林月心的眼光微微一顿，随后说道：他甚至都没有问这东西是什么，便毫不犹豫地把糖块挤到了自己的嘴里。苏无忌此时正在专注驾驶，并不知道后面的细节。而这个时候，林月心的通讯器里再度响起了陈曦的声音：陈曦报告，海螺牺牲，请求支援。这是请求支援这个词第一次从陈曦的口中说出来。之前他即便遭受了围攻，即便接连报告美洲豹和黑鹰阵亡，也没有请求支援。林月心那好看的眉头狠狠皱着，说道：陈曦一定遇到大麻烦了。苏无忌在前面喊道：有多大气？林月心说道：以陈曦的性格，即便在被俘虏之后都不让组织营救他，而这一次却主动请求支援了，一定是他认为彻底无法翻盘了。尤恩夫人的声音继续在后面响起。在这种时候，大麻烦往往就是大机会，陈曦请求支援的做法是没错的。林月心深深点头，但是尤恩夫人却话锋一转，说道：错的是你们这些普通杀手不应该去。林月心本想解释一句自己其实不算是普通杀手了，毕竟也曾经牢牢占据着亚洲杀手的 C 位，但话到嘴边却被嘴里的糖块挡住了。吃着这块糖，他确实感觉到舒服了一些，本来火辣辣的脏腑开始变得清凉了不少，也没有再吐血了。苏无忌眯了眯眼睛：我已经看到港口了。哒哒哒哒哒。就在这时候，密集的机枪声已经传入了他们的耳朵了。杜卡罗这次的安排显然极为周密，甚至在这里提前布置了火力网。苏无忌一拧油门，方向急转，直接朝着枪声最密集的方向疾驰而去。他现在有着一些不解，明明营月已经引导着示威人群们去冲击总统府了，为什么双方交火的重点区域偏偏又转移到了港口？此时戴着黑色口罩的陈曦正靠在一处集装箱的后面，完全被子弹压制住了逃生的去路。他的左边胳膊垂下，似乎已经抬不起来了。仔细看去，会发现他的左袖也已经被鲜血染红了，肩胛骨上还插着一把匕首。看这把匕首插进皮肉的深度，应该已经直接把肩胛骨
给炸碎了。这里就是一个圈套，我们确实都中计了。陈曦咬着牙关，忍着疼，艰难地说道：本来有4个6星猎杀者在这里，现在又出现了1名7星猎杀者。这句话是在公共频道里说的，所有人都能听见。陈曦从来都是个不在乎自己生死的人，他明知道掉进了圈套里，还要出声请求支援，大概就是因为这是干掉那个杜卡罗7星猎杀者的好机会。对于杜卡罗来说，这种级别的高手干掉一个就少一个，这样的顶级战力可遇不可求，很长时间里都没法得到补充。这一座海岛就是杜卡罗和银月的决力场，即便知道是个圈套，银月也毅然决然地往里跳，就是因为如果临场发挥得当，完全有机会翻了杜卡罗的盘，让对方一蹶不振很多年。或许在陈曦看来，如果能得到这样的结果，那么所付出的这些牺牲就是值得的。此时陈曦的身边倒着2个尸体，一个是美洲豹，一个是海螺。和之前牺牲的黑鹰一样，海螺也是个常驻飞。州区域的银月杀手，其实这还是陈曦第一次见到他们的真实模样。这3人和陈曦都是同期进入银月的，他们和另外几个年轻的新人同时接受杀手教官的特训，渐渐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银月主力杀手。而在这几年来，和陈曦同期的杀手们就只剩下这3个了。银月杀手互不见面，互不联系，但是哪怕之前都不知道美洲豹等人长得是什么样子，陈曦和他们也是有着同窗情谊的。此时在现场并肩作战，彼此只要说句话，就能通过嗓音判断出对方的身份了。陈曦穿上，跟我走。一个强壮的身影冲到了陈曦的身边，还丢给陈曦一把突击步枪和一件沉重的防弹背心。一听这声音，陈曦就判断出了对方的身份，欧洲保障官。他脱口而出。银月走的从来都是少而精的精锐路线，宁缺无烂杀手数量并不多，这次为了跟杜卡罗硬碰硬，连始终隐藏在大后方的保障官都上了战场了。确切地说，这个男人不只是欧洲保障官，他是银月的全球保障组长。我的代号是北欧鲈鱼。这保障组长说道。其实陈曦和欧洲组的接触并不多，只是在他还是新人的时候执行过几次考核任务，当时就请这保障组长提供过几次武器。跟着我突围！北欧鲈鱼喊道。说完，他一马当先，迎着子弹，端着机枪，开始疯狂射击。也许是由于他的杀气震慑到了杜卡罗的机枪手，从这鲈鱼组长枪口里射出的子弹居然实现了对敌人的短暂压制。而陈曦已经穿上了防弹背心，跟在他强壮身形的后面。只不过在穿戴防弹背心的时候，背心碰到了插在肩胛骨上的匕首，这让陈曦疼得头发都汗湿了。不过他虽然一条胳膊受了伤，但仍旧单手举着步枪，时不时地对杜卡罗猎狗的藏身之处进行着点射。砰！这时候一发子弹打在北欧鲈鱼的胸口，他发出了一声闷哼，双膝跪地，趴在了地上。陈曦第一时间并没有去关注他的伤势，而是趁此机会直接抬手坚决地扣下扳机。子弹飙过上百米的距离，把一个趴在集装箱顶的杜卡罗猎杀者爆了头。
噗！这鲈鱼组长吐了一大口血。虽然身上穿着防弹衣，可是子弹的冲击力何其大，他的胸骨都被震断了一根，心肺此刻更是火辣辣的疼。车子就在前面，陈曦用那只完好的手臂把鲈鱼组长搀扶了起来，气喘吁吁地说道：我们上了车，就有机会能突破包围圈了。然而鲈鱼组长却忍着胸口的疼痛说道：我们还得救官职，他坠海了。陈曦听了，手臂的动作一顿，眼睛里闪过了一抹只有他自己才能读懂的光芒，随后说道：那个七星猎杀者还在附近，如果现在去救他，我们都得死在这里。这鲈鱼组长很坚决地说道：你突围，我掩护你，等你上了车，我再去救官职。陈曦叹了一口气：是我自私了。这鲈鱼组长说道：这不怪你，见死不救本来就是银月的杀手准则，但保障官不是杀手，没有这个规矩。好的，鲈鱼组长，下辈子再见吧，到时候希望我不是个杀手，你也不是保障官。显然能说出这句话来，在陈曦的眼里，这个执意留在包围圈中寻找许家烟的全球保障组长已经是个死人了。说完，他松开了挽住对方的手，加速向车子冲去。然而就在这一刻，陈曦似乎是由于体力不支，重重地摔倒在地。当他正要爬起来的时候，30米开外的车子忽然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爆发出了熊熊的火光。